上次没修这个椅子吗？修了又响了。下次得换一个。哎呀妈呀！Hello， 兄弟们 ，Hello 啊，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故事啊，阿森纳是冠军，啊，阿森纳是冠军，比赛结束了，兄弟们，英超结束了，啊，英超结束了，曼城能输西汉姆比足总杯曼联赢曼城的概率小多了。啊，就是签约这个，就是曼城输给西汉姆的概率要比曼联赢曼城的概率小得多得多，真的。啊，这么一场比赛当中，对于曼城来讲是不可能出现失误的。我觉得阿森纳的赛季已经结束了，曼彻斯特 City 这个赛季拿到了英超4连冠，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据报道，瓜迪奥拉将在2025年合同到期之后选择离队。哎，这有一个非常这个，这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最多，哎，瓜迪奥拉在统治曼城，在统治英超一个赛季，啊，最多在统治一个赛季。统治一个赛季的话，那对于其他球队来讲能喘口气。明年曼联补补强，后年瓜迪奥拉走了，抢了一年，哎，补气啊！我估计结束了赛季啊，已经没什么悬念。曼城不可能输给西汉姆，曼城不可能平西汉姆。曼城在主场，你说西汉姆拿什么跟他打平啊？对吧？阿森纳球迷都消失了，但是我想问问阿森纳球迷，你们觉得西汉姆凭什么跟他打平呢？凭什么？是吧？凭什么？据太阳报报道，米利唐和巴西弗拉门戈球员莱奥佩拉正在分别与对方的前任交往。下一个啊，这个C罗，今晚我魔输几个算赢？打纽卡斯尔，我觉得打纽卡应该3-0起步。主场打纽卡是吧？以现在曼联的阵容是有可能有球员能回来的，而且曼也需要用纽卡来试师嘛，试师之战打纽卡打布莱顿2场连胜是吧？然后拿下这个系列赛啊，对于拿下这个足总杯啊，对于这个球队来讲还是比较关键的。我是觉得啊，我感觉啊，说实话。2-0、2-1这样吧，啊，2-0、2-1吧。年糕送3枚电池哦，不，先看这个，383有41送的第3枚电池。奇胜早上起来没起床，错过了比赛，一觉醒来发现热刺被打上弱队引文了，你有什么头绪吗？什么叫弱队引文啊？不知道你说的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但热刺昨天踢得蛮好的，热刺昨天相当的给面了已经。啊，球迷呢是不怎么，就是球迷呢是在为热刺的失败载歌载舞啊，球迷，这么就是一直在唱这个，一直在嘲讽阿森纳啊，热刺主场球迷一直在高兴在喊，但是呢，热刺这帮球员还是很会，就是很给面子的，很拼的啊。至于你要是说热刺是弱队呢，我第一个不服，对吧？热刺不能说弱队，热刺只能讲不是一个强队，对吧？在欧洲范围之内。欧洲范围内不是一个强队，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弱队。在英超，它其实是一个类似这个赛季刮搅屎棍这种存在啊。要是不是乌多基受伤了，我感觉他应该会成为一个前4名啊，应该会成为一个前4名。我觉得乌多基伤了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但他后防线1对1能力没什么毛病。昨天哈兰德那边的德拉古辛以及呢这个叫做罗梅罗的时候呢，扛人都很好啊。感谢伊蒂哈德腰子送了一口甜蜜，我觉得。如果说你没看球，
啊，你起来之后看哈兰德进了2个集锦，你会觉得哎就会虐菜，就会吃饼，是吧？啊，那跟这种人是没有必要跟他较真的啊，因为呢，你跟他去聊足球、聊技战术，你不是等于自己逮自己脸使劲出巴掌吗？那你没事找事儿，除了让自己生气，你没有别的这个好处呀。啊，事实证明，昨天哈兰德踢得非常棒。昨天哈兰德，对吧？不管是回撤接应，还是扛人拿球，还是把握机会，对吧？他在禁区里都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吧。啊，当然昨天曼城踢得好的球员不止哈兰德一个，然后菲尔福登赛后评分好像很低，所以说赛后评分啊，这个东西只能作为一个参考，绝对不能当成一个就是评判球员的唯一标准，只是一个参考。因为很多时候呢，你赛后评分是用机器来判断的，比如说有的球员啊，有的球员有二货是吧？啊，不是二货啊，有的球员呢，他可能一场比赛很多失误，但他就进了一个球。那么评分是怎么评分呢？评分是你向前传球失误也是要减分的，但是你下回传球成功率它也是要增加分数的。它很多时候是根据你在场上的一系列的行为，那有很多就是保 KDA 的打法，对吧？你像以前这个叫做克莱拉乌啊，对吧？啊，战损之王，对吧？他有的时候就是保 KDA 吧，啊，保 KDA 那你是没办法的，所以讲呢，用我的话说就是评分只能算参考，但是不能当成这个唯一标准。福登其实昨天踢得蛮好的，福登昨天踢得臭的就是罗本迪亚斯啊、阿坎吉啊，那个失误啊，你像福登啊、格瓦迪奥尔啊，是吧？包括这个罗德里啊、多库啊、哈兰德啊，是吧？都挺好啊，都挺好。下一个啊，年糕送了3枚电池。评价一下瓜迪奥拉昨天的采访。瓜迪奥拉昨天采访就是说了一些比较骚的话嘛，瓜迪奥拉，对吧？我昨天看了瓜迪奥拉的采访，说了一些比较骚的话啊。他在对阵热刺前啊，说了一些比较骚的话。他说，如果成功只靠钱，曼联、切尔西和阿森纳应该赢得所有冠军啊。这是他在成功就是他在比赛之前说的这个话啊。然后比赛之后呢，他又说了一些有趣的骚话啊。比赛之后他也说了一些有趣的骚话。比赛之后呢，我看到，比赛之后呢，他搂着孙兴慜呢说了一大堆，然后呢还谈到了他在这个阿尔特加的扑救。他说如果没有阿尔特加的扑救，那么阿森纳就是本赛季的冠军啊。包括他提到了他一些这个叫做场地上啊等等，是吧？啊。但是呢，我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啊，有一定道理。就如果说这个足球世界上什么事儿只靠钱的话，那么曼城应该有10个冠军。加油啊！蜘蛛一颗星的纸飞机送3枚电池啊！下一个蜘蛛一颗星的纸飞机送3枚电池。热刺保住了面子，曼城保住了里子，帮维拉打开了香槟盖子，帮阿森纳球迷盖好了被子。帮阿森纳球迷盖好了被子。行，挺好的，挺好。只能说阿森纳球迷苦。阿森纳球迷其实现在回过头来讲啊，阿森纳球迷就不该放维拉，还不如放拜仁呢。要是我觉得啊。我要是阿森纳球迷，我要是阿尔特塔，我要知道自己最后是几轮，每轮都这么稳，是吧？打什么这个热刺啊、切尔西啊，包括打曼联都这么稳，我100%我跟维拉要拼命的。如果那场主场0-2不输维拉，你看现在他不是还是冠军吗？当时我也讲了，绝对不能放维拉拿欧冠，你打不过拜仁，你知道吧？拜仁这个队伍呢，欧冠他毕竟有经验，你当时还是去拼联赛，要相对来讲就是要更理智一些，更理智一些。我觉得财政公平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啊？财政公平这个事儿，我个人理解啊，没查出来就是没有，这是我个人理解啊。就是你不管什么手段，妈的一罪还从无呢。你不能让这个受害者自证啊，你也不能让这个叫做弱者自证啊，对吧？你这没查出来就是没有。查出来就是有就罚分啊，就这么简单。没查出来就不扯这个事儿。钱确实有钱，曼城确实有钱啊。
DA 送的3枚电池。赛季终于结束，又到夏窗了。齐哥觉得哪个联赛哪个俱乐部会花钱最多？赛季终于结束，又到夏窗了。齐哥觉得哪个俱乐部哪个联赛哪个俱乐部会花钱最多？今年据说切尔西有2.8亿的英镑的转会费。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我上个月还听切尔西的那些 UP 啊，切尔西的球迷说切尔西快破产了，说的不是快破产了，快过不了财政公平了，说的给我讲的，说怎么办呀，鸡哥，说我们切尔西还能复兴吗？说我们要卖人了，没钱了，是吧？啊，波切就炒不了了，引援都引不了了啊，这个月有2.8亿英镑了啊。当时我就给他讲，当时我就说了，我说切尔西你要相信伯利这种人，他就是搞这玩意儿的，他这就是搞这玩意儿，他这就是搞这玩意儿的啊，要不然的话他凭什么那个呢？啊，他凭什么能做这么大生意？人家就是运作这个的，美国佬就干这个活的，早晚会有钱的。啊，皇马有4亿欧元，但是皇马呢4亿欧元不一定花，有一说一，皇马的最近的引援比较克制。啊，姆巴佩应该是免签嘛，姆巴佩为签约金嘛，我就是签字费嘛，我觉得还是切尔西估计会花挺多。曼联没钱，曼城反正稳定一个窗口2个亿啊，感谢男友送的，感谢啊，哈喽男友，就是曼城反正每个赛季反正稳定，反正1到2个亿，对吧？曼联没钱啊，切尔西可能是稍微多一些。下一个啊，奢侈飞机。跟球友踢球，球友说必须要开摄像头拍摄，不然就是不爱，他怎么办？我也这样呀，就是如果说我踢球的话，你看我现在如果说出去比赛，我肯定也要开摄像头拍摄的，我要拍素材呀。那么这种人呢，就想要记录自己的生活，就像一个人喜欢写日记一样，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不觉得有问题。就比如说我每天出去发生什么事情，我记录在朋友圈，我吃个饭记录在朋友圈，是吧？这我拍摄有什么问题呢？吃饭那大学生是吧，都必须等所有菜一起上齐了，然后统一拍个照发朋友圈，告诉大家今天吃什么了，这是一种享受生活的方式啊！你踢球嘛，用摄像记不下来，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觉得有问题，对吧？我们觉得有问题。下一个啊，保护王小小苏送锦囊啊，保护王小小苏送的锦囊。世上只有一个英超冠军。都写日记的，只是大部分人把日记变成了朋友圈，或者说是抖音，或者是小 B， 或者说小博，就把它换了一种形式罢了。这不就是现代人的日记吗？是不是现代人的日记？我就问你们，这不就是现代人的日记吗？对吧？保护王小组送锦囊，世上只有一个英超冠军，但也只有一个阿森纳。世上只有英超冠军，但也只有一个阿森纳。哎，我昨天刚说一句话啊，我说什么话呢？我说我这个话是我原话这样讲的。我说足球比赛只有一个冠军，但是不代表拿不到冠军就是失败者，对吧？足球比赛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队是成功的，但是不代表其他队是失败的啊！你阿森纳这个赛季已经可以算是成功的赛季了，我个人理解啊，已经可以认为是一个成功的赛季了。作为一个老枪手或者老场迷来说的话，今年到今天，虽然这个英超冠军还未尘埃落定啊，我觉得已经算很好了。相对来讲呢，球队只是因为感谢飞机送的跑车，感谢飞机啊，感谢飞机总啊，感谢飞机总。相对来讲呢，对比其他赛季啊，毕竟这个赛季的赛季结尾收尾很好啊，我觉得未来应该会有属于阿森纳的时代的，在英超的话啊，比当年利物浦那年还是好受一点。利物浦那年真是意难平，我没记错，利物浦那年是不是一场没输啊？我没记错的话，利物浦那年是不是一场没输？我操，最后第二，好像一场没输。利物浦那年我没记错，好像是这样的，好像利物浦一场球没输。我操，最后第2名啊！就输了一场曼城，输了一场曼城。那年他妈太确实是那个挺难受的啊！那年，点赞兄弟们，一日5一个赞啊，一日5一个赞。下一个花摇等特别电池，让你组建5大联赛，本赛季最抽象11人加最抽象主教练，你会怎么选？什么教练？本赛季嘛，
就是一个赛季以来最抽象的教练和最抽象的队员。那么教练肯定是我们伟大的滕哈格，毋庸置疑的吧？这个赛季没有比他更抽象的了。恩里克最起码比他成绩好，对吧？啊，肯定是毋庸置疑啊！这我们伟大的教练员滕哈格啊，坐镇这个教练席，对吧？守门员的话，这个赛季其实还行啊。守门员你要说抽象，这个赛季感觉都还挺好的，对吧？奥纳纳也活过来了，奥纳纳活过来了。守门员没什么抽象的，守门员可能还行啊。中后卫的话，这个赛季抽象的中后卫太多了，我去，太多了啊。马基算不算？马基那这球应该也有点搞的。鲁本迪亚斯要是昨天曼城输了，鲁本迪亚斯绝对上耻辱柱啊！你包括于帕加金明哉吧。巴利亚希勒，我觉得跟这俩比还没这么重量级啊。于帕加金明哉，我觉得巴利亚希勒还没他们俩这么重量级，说实话啊。然后这个左边后卫的话，马来西亚啊，右边后卫的话，右边后卫其实还行，这个赛季有一说一，都还行。右边后卫，反正我印象中第一时间想不到什么特别抽象的。右边后卫坎塞洛吧，啊，坎塞洛吧，基米奇抽象啊，瞎讲啊。中后腰的话，本赛季芒特、阿姆拉巴特，这俩哥俩必有的，没这哥俩，我这球都不看了，对吧？再来一个谁呢？拉布亚，前场理查利松后边也行了，孙兴慜他妈有点抽象的，孙兴慜，萨拉赫有点抽象的，柯基不是鸡送3枚电池，其今天被爆摔了。老公玩连连看，我对他说你得快点连。他说我曼联还不行吗？我说曼联当然不行。哼，谐音梗扣钱啊 ，low 真 low 啊！谐音梗扣钱，兄弟们啊，给他扣钱啊，给他扣钱。妈 low 麻了给你low 麻了，我去。真给你搂麻了，谐音梗，我们什么年代了玩谐音梗？点赞51个赞，给他扣钱。你为了好美色的电池，我看过，其实真的喜欢分享野球经验，不过我建议下次还是给球友带上什么什么或什么什么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了吗？还有，好了，兄弟们啊，好了，跟你说卡了啊，徐立夫给我打电话，微信啊？他不知道你。好，下一个兄弟们啊，下一个啊，9年8到送买电池，跟球友提到，等下一个吧，先都紧呢。随性而行，福登和阿尔瓦雷斯谁在曼城的地位更高？福登跟阿尔瓦雷斯谁的在曼城的地位更高？
阿尔瓦雷斯吧，对吧？阿尔瓦雷斯啊，好吧，阿尔瓦雷斯好吧。如果在2年之前，肯定是阿尔瓦雷斯，懂不懂？如果我说实话啊，真的啊，如果在2年之前啊，肯定是阿尔瓦雷斯，懂不懂？对吧？啊，懂不懂？如果是2年之前的话啊，现如今嘛，肯定是福登了啊。2年之前嘛，曼城号称蓝白分区的时候，我操，不是阿尔瓦雷斯我吃。下一个啊，这猫头啊，真的啊，我这说这话有一讲一，是不是有道理的？有没有道理？你们的几个球迷微笑383941啊，感谢 Lucky 续费的舰长，感谢 Lucky 啊，欢迎感谢 Lucky， 感谢 Lucky， 感谢 Lucky 啊，感谢我们老贼船了啊！我说实话，是不是这样的啊？微笑2年之前啊，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这老球迷了出来说句话啊？2年之前吧，我估计你肯定就是阿尔瓦雷斯吧啊，嘿嘿，后来跟篮板切割了嘛，现在估计是福登啊。妈呀！下一个啊，张健 model 送的300电池，跟女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突然下雨了，我冒着雨长途奔袭想要去抱她，她突然掏出一把雨伞，她是未雨绸缪还是早有准备？取了吧，啊，你女朋友看的对你还是非常的具有这个，对你还是非常的贴心的啊。跟你在一起是吧？能够提前准备雨伞，这是已经是非常具有这个叫做体贴入微了啊，已经非常体贴入微了啊。因为一般都男人准备这些东西，女人准备这些东西呢很少见啊，好好珍惜，好好把握啊。握住这个雨伞的同时，一定要想明白自己的内心，不错啊。下一个啊，桑乔吃不饱送300电池，评价一下沃特金斯的上下限。沃特金斯没什么上下限，我不建议豪门买它。今年进了很多球，是吗？啊，今年进了很多球，这么多球队都对他有感觉得他很强，5点球，什么进球数第3，数据也很好，射术很强啊，但是我不建议买，为什么呢？年龄太大了，马上29岁。95年12月30号生的，马上29岁，29岁的前锋还是一个突前锋，已经是老了啊，已经老了啊，年龄太大了啊。我是觉得这样的前锋，如果说在7000万左右是可以考虑的，超过7000万啊，一律不要。但是我估计阿斯顿维拉如果卖他的话，最起码卖1个亿，最起码也卖1个亿。所以说我是不觉得沃特金斯要拿下的。这上限也就是到这儿了吧，29岁都怎么进步啊？下限嘛，过2年就能看得出来了。下限估计1年有13-14个球吧，也要有的。下一个啊，一总送你呢，皇马进决赛，切尔西还能从阿扎尔那拿500万，这不很正常吗？哎呦，契约精神要有的吧？有些时候你这个契约精神什么意思啊？你签了合同就要认的，你签了合同不认，那是什么样的处级干部的行为？懂都懂。那是什么样的人？你签了合同不认，你们都认识的，那是什么样的人？那是什么样的人品？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着吧，知道吧？你皇马跟切尔西签的转会合同，跟皇马跟阿扎尔签的工资合同是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的，知道吗？皇马跟切尔西的转会合同是这个皇家马德里啊，皇马跟切尔西转会合同。皇马跟切尔西转会合同是皇家马德里与切尔西签署的合同，那么皇家马德里与阿扎尔解约是皇马和阿扎尔签署的合同，两者之间并不相同，知道吧？你这要认的。而且如果皇马赢了欧冠冠军，是不是要赔1000万啊？他要给多特蒙德2500万，还要给这个阿扎尔500万，给切尔西500万，相当于3000万，他拿2000万奖金，还赔1000万啊。阿劳霍这个事儿呢，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我最近看了一些消息，好像巴萨又开始放风去污蔑这个阿劳霍了。阿劳霍是什么情况呢？阿劳霍之前续约的时候呢，也是他经纪人不愿意续约，因为工资太低了。现在阿劳霍在巴萨多少钱？你们猜一猜啊？你们猜多少钱？我们给这个大家你们猜猜，你就不是巴萨球迷的，你也猜猜阿劳霍在巴萨多少钱？
啊？猜一猜，500万？没有500万，800万、1000万、1200万。阿劳霍现在在巴萨300万欧元一年，啊，300万欧元一年，300万欧元一年什么概念呢？我们给它算一下啊，300万一年，300万欧元一年啊，300万欧元一年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周薪算周薪，300除以12除以4，啊，一周6.25万，一周6万，啊，一周6万。阿劳霍是整个巴萨工资最低的人，跟加维一个价格，两人都是300万欧元，啊，两人都是300万欧元。阿劳霍，那么这份合同是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阿劳霍到现在还不续约，是吧？然后呢，这个还出现了这么多，我今天就是说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事儿其实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呢，在上一次续约的时候啊，巴萨找到了阿劳霍的经纪人，表示我们要续约，但是我们没有钱，所以说呢，给他开了一份相对低廉的合同，仅有300万欧元。经纪人并不同意，但是呢，阿劳霍同意了。阿劳霍积极的向经纪人反映，一定要签这个合同，他要留在巴萨。于是呢，在巴萨告诉阿劳霍我没钱的情况下，巴萨与阿劳霍进行了300万欧元的签约。随后双方订了一个君子协议，2年之后大幅度涨薪。结果呢，在签完阿劳霍之后，巴萨马上引进了孔德等人，工资是阿劳霍的3倍。所以说他现在心态有点小崩啊。然后呢，这一份合同，巴萨给阿劳霍的递的这个合同啊，工资并没有大幅度涨幅。啊，所以说呢，现如今经纪人不乐意了，心想：哎，坑我、骗我、忽悠我，不签啊！所以现在如今僵在这儿，啊，僵在这儿，现如今啊，僵在这儿，明白了吧？啊，所以说这个续约的问题，大家觉得阿劳霍这个续约怎么这么难受啊？什么情况啊？啊，就是这个原因，可以理解了吧？啊，大家也就可以理解了啊。然后德容这个事儿呢，可能我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就是关于德容，因为这球员是球员，我们不可否认拉波尔塔是一个成熟的商人和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一个成熟的这个叫做掌舵者，在有限的时间内，他利用这种时间差啊，其实搞了不少钱啊。德容是什么情况呢？德容是5年合同，然后呢，其中呢，如果说你均摊下来一年大概1000多万，然后巴萨当时没钱啊，就跟他搞了一个叫做延迟支付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前2年你领200万。然后从第3年开始，我把这剩下的800万给你挪到后边去。然后呢，就比如举例子，这都是举例子，我们不说具体金额了。你比如说前2年领200万，后2年你一年1800万，相当于把前2年的补给你。然后呢，现在什么呢？现在就是德容你前2年的这个低工资到期了，然后开始领大工资了啊，然后巴萨要把它卖了。啊，就是这个，懂吧？啊，就是懂我意思微笑啊，不是你没听懂，不是他周星就说这个钱，我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是举个例子这么回事儿啊，就是他为什么现在72呢？就是比如说之前一年是1000万啊，我之前一年给你发200万，后边把这800万留到后边几年给你发啊，但是呢，他这马上开始领这1800万的时候，他就把它要把它卖了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个巴萨没钱，哎，人不狠站不稳，你不能说拉波尔塔做错了。说实话啊，真的，你要站在俱乐部角度啊，真的你不能说拉波尔塔做错了，啊，你只能说他有霹雳手段，操，真牛，霹雳手段，啊，真是有这个魄力，也有水平。如果他能够背一身骂名，把这个队重新弄复兴，他就是英雄。但是我说实话啊，在复兴路上，他确实对不起了很多人。下一个啊，而且这个拉波尔塔，这个也用这个媒体对外施压啊，这已经看得很明显了啊。阿劳霍经纪人不反击了吗？哈哈，我就是50万送了3枚电池。切尔西还能补强什么位置啊？恩佐转会清理后还需要买中场吗？我去大胆！
佐是不能清洗的，我说了很多遍了，恩佐不能清洗。你踢滔博会清洗 J Cloud 吗？那瞎搞，核心球员对吧？恩佐不差的呀，恩佐不差的呀，你没有乌兹，你不用 J Cloud 啊？你恩佐这样的级别的球员，在这个切尔西，你们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了，现在先用着呗，对吧？大不了打替补嘛，卖是不可能卖的，工资又不是特别高。如果说你说买中场的话，维尔茨其实挺好的，但是我觉得不太需要买中后场了，买中前场啊，中后场是够用了，还有拉维亚呢，对吧？中后场绝对够用了，切尔西买中前场是可以，像维尔茨这种类型的是可以，中后场不需要了，中后场。下一个哈哈，我就是50万送那边吃。看了巴萨的操作，感觉切尔西和曼联对球员是真的好，不管水不水，钱是够的。是的，曼联曼联不是好了，曼联是对于球员有点舔了。还是皇马那种模式好，就是从俱乐部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做生意一码归一码，我有契约精神，是吧？我该给你的钱给够，但是呢，我不跟你玩的时候，我也不跟你玩了，对吧？我说好了，我今年不要你了就不要你了对吧？我觉得还是皇马那种方式呢，就是叫做天道无情啊，他反而对所有人都公平拜仁对德国球员也挺好，曼城也不错的。曼城其实对他的球员，你看，其实巴萨之前也挺好的，这真的，这叫做人情志短，你知道吧？巴萨之前对他妈球员不好嘛，对梅西、苏亚雷斯，那给梅西和苏亚雷斯保镖都给他发钱包括这个私人助理你包括对当时你像佩德罗、哈维、涅斯塔、孟三，挺好。那你后来没钱了嘛？人情志短，你真没辙DH 齐今天生日，希望曼联和齐越来越好，也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KU 送你呢？为什么莫迪28岁转会走向巅峰，生涯这么长？首先，莫德里奇的他的这个身体素质他的身体状态，他就不像是一个容易突然短路的人莫德里奇就不像是一个突然下滑的人，为什么呢？个子不高。是吧？这一点很重要你要个子忒高不太行，就个子不高他的消耗不大身体较瘦就是跑动比较轻松所以这样的球员呢，又不是靠速度吃饭的，还是个中场，他的身体模型就取决于他能踢得比较长你要我举个例子你像这个类似于像亚图雷这样的，他的跑动的消耗就跟莫德里奇不是一个级别，亚图雷跑一步可能要对吧？耗10点体能莫德里奇可能只要耗1点体能所以讲呢，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莫德里奇的身体模板就不错其次呢，皇马的训练包括他的整个职业生涯的自律性也够强莫德里奇要是巴西人绝对踢不了那么久，没别的意思兄弟们就是只是说这个巴西人的体质比较特殊爆发力比较强没别的意思下一个，我跟你讲，贝林厄姆真的，我跟你讲，他要是他这个身体模板我感觉他的职业生涯肯定没有莫德里奇长，因为他太高了太高太大，还容易受伤，我操，还挺脆。下一个9万曼3面值，跟鬼友健身的时候，有没有人在健身房不就那种怪叫是吧？而我面无表情，很正常。你们健身，你们应该大部分人都健身吧？大部分人都健身，健身的时候出现一些声音，这个东西是为了呼吸比如说我健身，对吧？这不很正常吗？这种东西，你看你没练过你不知道的但凡你练过都知道。你很多时候健身的时候发出一些声音，对吧？主要是为了自己调整自己的呼吸，调整自己的呼吸频率这个很正常下一个伊蒂哈的腰子。一个韩国人决定了英超，一个韩国人决定了欧冠。你这个事儿搁咱这说就行了，你要是往到外边说他当真了，他有申遗的。你搁这说行了你到外边说他都有理讲了，说英超也是他们的，欧冠也是他们的，我去，那你们闹麻了闹笑话了自己说就行了自己说就行了咱自己聊就行了别往外传那无敌了下一个下一个这个M 总送你的M 总送你的今晚大战纽卡
啊，曼联今晚大战纽卡，怎么讲？腾哥还是少数当赢，要赢了吧？也他妈该赢球了，曼联都好久不赢球了，我感觉，好长时间没赢球了吧？曼联应该能赢的，我觉得2-0、3-0吧，2-0、3-0，我觉得啊，应该该赢了。纽卡斯尔一般，也没多强。曼联现在我觉得也会有人回来的，啊，今天播啊，你问后面3面池，希望巴萨球员都能睁眼看世界吧。这个睁眼看世界什么梗我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啊。睁眼看世界，什么意思？就是睡的时间太长了，睁开眼看看世界，是这意思吗？啊，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啊。是不是睡的时间太长了啊？对吧？啊，然后睁开眼看看世界，啊，我真不知道啊。下一个下一个以后我们直播间禁止用这样的梗，明白吗？啊，我们直播间禁止用这样的梗，以后这种话题碰都不要碰，看见就跑。还搁这什么睁眼看世界呢？多大了？这种事还没弄明白有多敏感吗？下一个下一个，这个你让我怎么取名字？评价一下这个非法要补莱万20年金球，评价一下非法要补莱万20年金球，20年投票了吗？没投票怎么补啊？我去，默认是莱万呗。你要补吗？得重新投一下票吧？怎么说眼下也投一下吧？我觉得可以补啊，我个人理解啊，我觉得给半子一个金球奖我没任何毛病，给他个金球奖挺好的，对吧？但是你补之前你得先投票吧，演一下嘛，就是投一下不知道投给谁了是吧？不会的，你再投票绝对都投给莱万20年。都是暗示，都明示了。20年能投给谁？投给哈兰德，投给姆巴佩。姆巴佩那个时候也不太行，估计就投给莱万啊，下一个还有就是5战送在面池，其巴萨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对阿根廷人过于仁慈造成的？7亿合同，别动我和苏亚雷斯的。苏亚雷斯最后还是被弄走了嘛，被科曼搞到马竞去了，是吧？巴萨对梅西是否过于仁慈呢？这个事儿呢，是巴萨球迷要跟梅西球迷论一论的。因为它里边有些勾勾绕绕的，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啊，对吧？但是那个合同确实是挺夸张，只能说呢，当时呢就是这个市场上就是供需比嘛。当时对于巴萨和梅西来讲，梅西并不是说我一定在你巴萨踢啊，巴萨呢就是说梅西必须留在巴萨踢啊。这个很多时候梅西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宣传，就是成为当时巴托梅乌的这种留任啊，包括他要不爆雷的这么一个这个法宝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留他呢，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啊，所以讲呢，他开出什么样的合同，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是不觉得，我觉得呢，说梅西对不起巴萨，这是胡扯的啊，胡扯了啊。梅西跟巴萨呢属于相互成就，两者之间也没谁对不起谁啊。梅西走的不太体面，这一点是100%的啊。巴萨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尽早通知他，让他有一个体面的告别啊。这个从球员运动员角度上来讲，虽然呢梅西现在风评不太好，但是我就要这么说，拉波尔塔在这个方面上做的不是很好，不够体面啊。但是呢，我觉得梅西也没有对不起巴萨啊，巴萨跟他算是相互成就吧，啊，相互成就。迷你世界送技能，莱奥什么水平能排第几？和马丁内利谁强？莱奥什么水平能排第几？和马丁内利谁强？莱奥什么水平能排第几？和马丁内利谁强？莱奥比马丁内利强吧？我觉得爆点当时前3，只看爆点的话啊，当时前3，莱奥应该是比马丁内利强。马丁内利啊，最近踢的有点迷茫，最近带球带着老是磕绊，跑不起来。马丁内利，我觉得他最近的身体状态和身体素质，还有他的身体的感觉，确实是不如莱奥啊。那在阿森纳都不如托勒萨德了。马丁内利最近表现不太好啊，跟莱奥比还是差一些。猫都不养猫，
猫叔啊，齐叔2天没来讲我吗？哪些球场支持谁夺冠？好久没来，刚碰完一个对巴萨你来了。哪些球场支持谁夺冠？伊蒂哈德支持曼联夺冠，没毛病吧？白鹿巷支持曼联夺冠，没毛病吧？温布利支持曼联夺冠，没毛病吧？啊，安联支持曼联夺冠，没毛病吧？伯纳乌支持曼联夺冠，是吧？啊，这叫做美阿查支持 AC 米兰夺冠，啊，国米的叫什么玩意儿？球场叫什么来着？蓝黑那什么来着？支持 AC 米兰夺冠，好吧？啊，其实剩下都是曼联啊，剩下都是曼联。下一个啊，猫都不养猫，猫出我送你呢啊，成稳吗？明年撒前景，明年英超会大乱斗吗？明年啊，我跟你讲，英超啊，我感觉曼城一个人玩了。说实话啊，我感觉啊，就曼联跟曼城可能跟阿森纳两个队玩，曼城估计还是一个人玩。我感觉啊，从现在看的话，从现在看，为什么呢？因为曼城现如今呢，他的情况是什么呢？他这个赛季的引援窗口没做得很好，但他下个赛季的引援窗口一旦进行补强，这个赛季已有的一些人在融入，他的球队实力会进一步增强的。那么阿森纳呢，还是取决于在左路的补强。如果说阿森纳的补强做得特别好，还是能跟曼城竞争，但是我感觉总是差点劲儿。曼城还是强，他毕竟统治力太猛了。他如果能来一个5连冠，觉得还是蛮有吸引力的。然后这个至于明年英超，你像利物浦这样的球队的竞争力啊，基本上不太好说，对吧？利物浦这样的球队竞争力基本上不太好说啊。你像这个热刺啊，还是悬点啊。你除非他买个明星球员啊。你像曼联呢，也悬点。纽卡也悬点，切尔西有机会，明天切尔西可能是一个异军突起的之人。那么巴萨前景要看引援，不看下窗屁都不是。巴萨如果下窗有钱的话，买个苏文门迪，那什么事都可以打一打。边锋如果能再引进一个爆点，像尼克威廉斯这样的，巴萨就好起来了。你们要的好美松在外面吃，其实我特好奇，你每次直播的时候，南瓜在旁边做什么呢？描述一下呗，精神状态、形象。有些时候他在工作有些时候他在写教案改作业有些时候他就刷抖音、刷视频、看电视剧呗那孩子干啥基本上就干这个行，写教案改作业，他们工作也挺辛苦的。下一个这个为了验你，其昨天阿森纳欧冠前景望达了，举现役出球最好门将。阿森纳欧冠前景说早了吧？欧冠现在不是阿森纳的战场有一讲一，阿森纳的战场还是要以联赛为主。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联赛才是一个球队的基本盘，欧冠只是王冠上的一颗珍珠，是吧？你拿联赛冠军，你才能够在国内联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才能够在转会窗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才能够去拼那颗珍珠。现在阿森纳的主要战场还是要在联赛当中，联赛如果打得好了，那么在欧冠里边，对吧？你可以在联赛里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欧冠尝试以防守反击立家，因为阿森纳现在其实还是可以踢防反的。那么你往前走一走，先进4强，再进决赛。如果进了4强就有机会了先进4强，进了4强之后那么其实很多事儿它就出来了很多机会也就出来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阿森纳来讲，这个这个方面应该是可以考虑的，先把联赛抓一抓，欧冠嘛先进个4强先进个4强。皇马这个球队跟阿森纳你不能放一起比吧？我一说这个先抓联赛，您球迷问说那皇马欧冠3连怎么说？皇马是什么俱乐部？你看皇马呢，昨天比赛之前现场36个西甲奖杯围一圈，看到吗？看到没？你们有没有看到？你都说皇马说是欧冠3连，说不注重联赛冠军，你看人家底蕴，36个联赛冠军，中圈围一条圈。下一个现役最好的出球型门将，埃德森，诺伊尔是最好的诺伊尔是最好的诺伊尔、埃德森、奥纳纳下一个
梅阿查的掐20，鲁本的劈叉挡球值得学吗？普通比赛有用吗？能学就学一学呗。建议别学鲁本啊！鲁本这个球员，我跟你讲啊，之前我一直说，我说他在曼城的表现很好，但是在把单拎出来啊，能力没那么强啊，很多曼城球迷不同意啊。但是我们再探讨一下，你看这个赛季，当曼城的中场失去了控制力之后啊，你看一下这个鲁本迪亚斯的1对1单防就暴露了他自己的问题，软了点儿啊，这个他这个1对1很多时候在身体对抗上容易出现失误。包括关键时刻不够支棱啊，这一点就是鲁本迪亚斯他的一个致命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他的柔韧性很好，当然能做出一些劈叉的这个动作。学嘛肯定是学了肯定有用啊，可以试一试。马克松白电池啊，关于蓝藻和菠菜的说法，正确的是 A 光合色素废物的种类与功能相同 ，B 细胞膜上都有磷脂和蛋白质 ，B 细胞膜上都有磷脂和蛋白质啊。下一个啊，猫都不能养猫，猫总送你囊啊。明年哪些球队换主教练？哪些球员总被认为隐身啊？磷脂这玩意儿谁不知道啊？你不真当我是文盲啊？我以前自己学过营养学，因为我以前因为我这个叫做。就是当运动员的时候，我很注重饮食，我自己学过营养学。你们这种东西你还问我的？这种东西我可能不知道吗？下一个啊，猫能不能养猫？猫能送你囊啊？那明年哪些球队换主教练？哪些球员总被认为隐身？明年哪些球队换主教练？哪些球员总被认为隐身？最骚的是图格尔也可能留下来了。我跟你讲啊，曼联不一定会换滕哈格，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曼联不一定会换滕哈格吗？我跟你讲，拉爵就是个吹牛的，知道吧？拉爵就是个吹牛屁的啊！老特拉福德的地方漏水，看到了吧？要花100多万英镑不修，哎，不修，你知道吗？说100多万镑太贵了，说他不愿意修，也是一碗嘴的，对吧？你说实话，100多万镑你们不修啊？你很贵吗？100多万镑，那么多参观老特拉福德，人家抽张门票都给你弄出来了，啊！所以说那破顶棚看着丢人现眼。我明年还要去老特拉福德看球，我去，我要去的时候下雨，那玩意儿要淋我头上了，我从今天开始我就开始骂他，那是瞎搞，真是100多万都不愿意修，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愿不愿意付滕哈格的违约金，这不好说的啊。所以说滕哈格不一定走的啊，滕哈格不一定走的话，那你像这个。图赫尔现在待定，图赫尔意思就是只要赫内斯管住他那个嘴，我就留。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啊。图赫尔就对这个拜仁高层就说，只要你们全力支持我，管住你们的嘴，我就留，我要买谁买谁啊。虽然现如今双方在扯皮呢，有可图赫尔能留下来，哈贝也留了，波切蒂诺也留了，恩里克也留了，泰尔切奇也留了，我去5绝都留下来了。皮奥利要走的啊，皮奥利、阿莱格里这2个人就要走的，皮奥利要去那不勒斯。皮奥利到那不勒斯 ，AC 米兰可能是孔蒂，啊，尤文图斯不好说，啊，现在是他们意甲那边是要动的，啊，意甲，啊，英超这边是铁锤走了已经换了，然后斯洛特要来，然后哪些球员总被认为是隐身？最匀的是哈兰德跟姆巴佩的啊，最匀的是哈兰德跟这个贝林厄姆的隐身仔啊，那老说哈兰德跟贝林厄姆隐身，他妈匀，真匀。真匀。你老说一中场就特别是那种，你知道吧？我跟你讲，我当时就说了，我说皇马跟那个谁打完第2回合，跟拜仁打完第2回合，我就讲了，我说你信不信？今天晚上可以说这个话，明天早上起来马上不能说了，因为评分球迷起床了，评分球迷一起床，先打开虎扑啊，一看，哎呦，一搜比赛评分啊不太高，一看进球数0是吧？助攻数0。隐身啊，隐身是吧？你就像激进球迷啊，看个早上起来一打开小铺，看看哈兰德啊，一个点球，一个空门啊，吃饼啊，虐菜啊，隐身，这没法讲啊！因为一个中场球员，一个中锋球员，你老是去搞他的回合占比，这不扯吗？中场球员和中锋球员，一个看牵制，一个是要看得分，一个是看攻防一体啊。昨天贝林厄姆踢得很好，昨天我看了回放啊，贝林厄姆踢得特别好。下一个，
最为了遇见你送你呢，其昨天场欧冠前景忘答了啊。下一个啊，砖头，其怎么看皇马欧冠夺冠向我车支付500万欧？该付的呀，啊，就是俱乐部跟俱乐部之间签署转会协议，那是俱乐部跟俱乐部之间的协议。皇马一直是很讲究的，皇马这个俱乐部它就是对外的名声特别好。皇马就是这个世界上呢，有几个转会上面的俱乐部基本上对外名声很好的，就像皇马是基本上很多俱乐部都愿意跟他做生意的。多特蒙德说过，我们愿意跟皇马做生意，他们很讲究。那么像热刺呢，就是名声非常不好啊。为什么这个莫德里奇之后啊，皇马就不愿意买热刺球员了啊？就是因为这个叫做包括贝尔之后，就是因为这个热刺这个名声不太好，那转会上面是不太好。你像曼联的名声也很好，曼联愿意掏钱呀，都当冤大头啊，谁不想冤大头呢？啊，皇马、曼城这些人做引援，他们都是很有契约精神的啊。你讲究，别人就讲究，对吗？啊，说实话啊，你有借有还，有还这就不难嘛啊。巴萨现在不咋地了，我跟你讲，巴萨现在啊，之前可以的，之前肆意妄为时候可以的，现在嘛，现在巴萨现在这个引援主要是因为没钱，人穷志短没辙。你说有些时候我也想讲究，说实话，我比如说我现在要是有钱，对吧？我兄弟来了，我给他订5星级酒店，吃最好的饭店，对吧？那我要是没得钱，对吧？我要是没得钱，你说我怎么办？没得钱啊，那我只能跟他，对吧？只能又装傻了，那怎么办呢？啊，这个东西感觉还是跟资金有关的，没办法。哈哈，我就是50万送的300电池，500电池啊。其瓦拉内和胖虎走了之后，还有吉兰利愿意来曼联吗？其瓦拉内和胖虎走了之后，还有吉兰利愿意来曼联吗？都说下窗是决定未来10年的操作，曼联需要买什么人啊？瓦拉内和胖虎走了之后，首先呢，我觉得曼联没有对不起瓦拉内，也没有对不起卡塞米罗，啊，这个是我个人讲的话。对，我一说这个话呢，马上又有皇马球迷来巡逻了啊！每次说这个话就有皇马球迷来巡逻，对吧？首先呢，曼联给他们俩都是顶级高薪，都是30多万镑的周薪，对吧？钱是给够了啊！这种情况之下，曼联球迷对卡塞米罗和瓦拉内，我个人感觉也相当宽容，是吧？也相当宽容啊！不过呢，这2个球员呢，卡塞米罗表现是可以讲作有若神助，第1年非常好，第2年呢，因为滕哈格因为战术啊有点下滑啊，瓦拉内呢是一直以来就玻璃啊，所以说瓦拉内这个球员呢，他有点未老先衰，他是要走没办法。如果你激活这一年的续约选项，瓦拉内很有可能是卖不出去，白付工资。所以说把他放走呢，现如今对曼联来讲，释放薪资空间啊，去引进这个埃弗顿的中后卫什么东西都还是可以的。至于卡塞米罗呢，如果能卖掉可以，如果不能卖掉就算了。因为现如今利雅得胜利呢那边报价呢是卡塞米罗是4000万镑，据说沙特球队还要报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是8000万镑。如果说一个4000万，一个8000万都能卖掉的话，我觉得曼联是可以彻底进入重建了。啊，假设毕费走了就彻底进入重建，那你不需要集战力了，那你可以买一些类似于像乌加特，对吧？像埃弗顿的年轻中卫啊，托利伯啊，包括类似于这个继续练前场啊，包括这个练前腰走天才计划，你只能这么搞了，要不然你没办法啊，要不然你没办法了。如果说毕费留下来是吧？那你可以中后卫，你看是不是能不能买到阿劳霍这样的？曼联这个球队，很多人说曼联没有吸引力，是扯的。曼联其实在市场上对于超顶级巨星是没有吸引力，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举例子，什么超顶级巨星像基里安姆巴佩、220哈兰德这样的曼联确实吸引不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去哪都挣这么多钱啊！不知道你们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吧？就比如说哈兰德去曼城，基本工资加隐形工资加起来也得达到100万周薪，他来到曼联最多给他开这个钱，可能基本工资高一点，但是对于他来讲也无所谓。那么皇马也能开到这个钱，对吧？所以说在这个规则之下，曼联不可能比别的球队提高更多的薪水，那么你的俱乐部影响力和现在成绩确实拉胯啊，所以说基本上没有顶级球星、超级球星愿意来。但是呢，曼联对于一般的球星还是很具吸引力的。你比如说像那个乌加特这种类型的啊，这种级别的，你包括像类似于这种叫做这种类似于就是举个例子啊，像马苏斯努内斯是吧？这种级别的球星啊，像这种级别的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基础工资高，对吧？你想你能在这儿能挣更多的钱，能有更多的影响力，在这么大一个俱乐部，对吧？还有很高的工资，何乐而不为呢？啊，所以说呢，其实对一般的球星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啊。这是现在尬黑啊，说是曼联没吸引力，这都是扯的。
对这样的球技有很吸引力的。你对于那种顶级的，你像哈兰德、德布劳内，对吧？姆巴佩，暂时买不来啊，暂时买不来。下窗的话，曼联就根据情况了呗，根据情况了。我是觉得那个索兰克不错，索兰克不错。下一个，猫出不能养猫。其处当球员时认为最没用和最烦的训练是什么？跑步啊，跑步。我跟你讲，我以前跑圈能被领头的10圈让我超我2圈，我觉得有氧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虽然我自己经常练，经常跑，因为我这个喜欢跑步，会放空自己。但是训练的时候我真是烦啊！就是我跑圈的时候跑了10圈，我能让最后那人，我能让那哥们超我2圈，你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概念吗？啊，我都跑到最后我就后边晃，我掉车尾都超我2圈，我最烦你跑圈，一点用都没有感觉啊！然后就变速跑，最恶心变速跑是最累的，你可以试试。啊，我经常跑10公里，我跑10公里，说实话，我跑完很舒服。我大概10公里45分钟吧，45分钟50分钟吧，对吧？就是这种散步跑啊，健身跑。我去，那个变速跑真是不是人干的事儿，我太累了。变速跑，你们下次自己可以试试啊，是吧？跑个50米慢，100米快，100米，然后100米慢，50米快，我去，太难受了啊！我10公里大概45分钟到50分钟左右啊。球战子送的面食7宝，如何评价居莱尔？未来前景如何？能代替谁啊？上限到什么高度？居莱尔的上限是贝克汉姆这种颜值。居莱尔太他妈帅了！我说实话啊，你要觉得居莱尔不帅，你绝对是晕的。居莱尔的感觉，剑网3玩过吗？剑网3正太刚出来的时候就跟居莱尔是一模一样的啊，居莱尔啊，正太剑网3玩过吗？不知道有多少人玩过剑网3啊？我那个年代应该不少人玩过。对吧？正太刚出来的时候啊，一模一样，啊，长得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叫做这个俊俏啊。然后球风的话，我感觉他的球风，偏进攻型前场，对吧？但是你要说他代替，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要后场发展。托尼克罗斯，因为他是在前场踢的话，他得跟贝林厄姆竞争，难度挺大。除非贝林厄姆拉回去，呢，他打10可以踢。我觉得居莱尔去皇马，真是从他个人发展上来看，不如去巴萨。个人理解啊。如果说他打到后腰上代替克罗斯，啊，好像也行。但他打前腰的话，他跟贝林厄姆竞争啊，我感觉难度挺大。啊。你这个念不了，马导，我给你改一下吧，好吧？啊，你改一下啊。其实巴萨职业生涯都废了。从位置上来看的话啊，交警马桶3面池。我们踢球的时候有规则，说不能射门，只能推射，合理吗？合理啊，合理啊，因为你平时踢野球，很多时候是没有这个守门员的嘛，没有职业守门员，这种情况下你暴力抽射，很容易造成对手非守门员，对吧？被你这个打到胳膊啊，打到脸啊，非常痛苦，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尝试推射啊，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啊，因为最起码安全为主，先不受伤啊，先不受伤，很安全第一啊。孙哈送你呢？昨天的鲁本有点像安禄山进长安城，鲁本迪亚斯啊，鲁本迪亚斯这个球员啊，蛮好用的啊，但是呢，不能读 C， 知道吧？啊，我只能这么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体系球员，但是不能读 C。猫子不养猫，猫子做技能啊。其处什么时候给会员群的兄弟们抽签名球衣？别急啊，等我这个赛季结束啊，最近哪有时间啊？赛季结束，9级群也送吧啊。王楚燕、张刚阳啊，不，王楚一送技能，其排一下西瓜、冬瓜、甜瓜、南瓜在蔬果的历史地位，南瓜第一，西瓜、冬瓜、甜瓜我都不吃，只吃南瓜第一。西瓜的含糖量太高，知道吧？啊，西瓜，所以说我根本不吃的。因为那个东西，我这个人一般情况下对于糖比较谨慎摄入。我基本上除了吃这个
我基本上除了吃这个叫做，除了吃，我想想啊，西瓜、冬瓜、南瓜、甜瓜，我基本上西瓜啊，除了我吃糖，除了吃米饭和碳水化合物是不沾糖的啊，所以说呢，西瓜我肯定是不吃的。冬瓜呢，冬瓜对排骨还不错，但是冬瓜呢，我个人吃多了也没什么感觉，没什么味道。甜瓜我可不吃，太甜了。只有南瓜，我个人偶尔吃一吃啊。下一个啊，肥嘟嘟左卫门送了锦囊啊，其他大学生太累了，看你是唯一乐趣，还有助我上岸。别人上大学都是天天都是很 happy， 你很累，证明你这个人很努力啊！祝你成功上岸，加油，好吧？啊，你要知道，别人都在 happy 的时候你在学习，别人都在学习的时候你在 happy， 证明什么？证明你本末倒置了。但是呢，别人都在学习的时候你在 happy， 不，别人都在 happy 的时候你在学习，别人都学习的时候你还在学习，证明什么？证明你是个奋斗包呀！加油啊！修总送你呢，感觉曼城今年虐菜更强了，强变弱了。感觉曼城今年虐菜更强了，强变弱了。感觉曼城今年虐菜更强了，强变弱了。曼城今年强强对决没赢球的原因，是因为你一直以来打强队没有完全体过，啊，没毛病吧？没有这个完全体过，你一直以来3-2-4-1体系没成型。你看你这个赛季唯一一场3-2-4-1体系成型的是打曼联，暴打，不暴打，险胜，对吧？爆冷险胜。你打其他球队的3-2-4-1体系没成型，我觉得你，然后呢，在你没有成型的情况之下呢，你还硬踢，这就出了很多问题啊！就是斯通斯状态不好，然后你3-2-4-1体系你硬打，感觉一总送了亲吻，打呢就把自己踢呲了啊！你下半赛季呢改成这个4-2-3-1，你看就赢了热刺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原因还是有一定原因的，感觉一总送了眼镜啊！而且主要原因还在于曼城今年其实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换血，真的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换血。你看，德布劳内受伤啊，导致这个福登拉进来，以及多库回来，格拉利什频繁受伤，斯通斯频繁受伤，是吧？然后呢，这个中场没有金多安，科瓦契奇融入缓慢，马特乌斯·维斯没有用啊，所以说现如今对于曼城这个赛季来讲，他的窗口其实不是特别好。教练马佐斯3点10，会员抽球衣我就进群了，小开哥别开团我就进去了。会员群哪有开团的？不是管得很严吗？会员群啊。水晶班的3点10，意甲现在的经营环境，米兰是不是复兴无望了？不至于，我觉得米兰啊，在意甲还是有机会拿冠军的，在欧冠目前不可能了，现在选，对吧？意甲嘛，我就看张某能顶多长时间，我就不信了。我这么信邪，我还能顶多长时间？我就不信了，这能扛这么久，这没天理的，这对吧？他不卖队啊，感谢这个旭总送礼花筒，他能顶多长时间？他卖队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国米可能就一骑绝尘了，是吧？你这意甲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当然了，尤文图斯要复兴了，我给你们意大利球迷讲一个鬼故事啊，跟意大利球迷讲个鬼故事。尤文图斯今年下窗有这个数。2个亿啊，2个电话把他拉黑了，把他拉黑了，什么叫2个电话？这种话能说吗？拉黑了，我拉黑了啊！这是吧？2个电话，这种话能说吗？啊，瞎讲。下一个啊，艾达送的520电池啊，奇哥，我是女生，我喜欢的男生对我很好，但不喜欢我，可是我们已经是很多年的朋友了，我怎么离开他？睁开眼看看世界吧，妹妹啊！像你这种情况就睁眼睁少了，真的啊！我说这话呢，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啊，真假的，真的，你就是睁眼睁少了啊！你这种睁开眼看看世界，这个世界上谁离不开谁啊？我去啊！你多出去玩玩，多出去逛逛，多出去看看啊，总有更优秀、更好的。有些时候你把你的眼睛放到别的地方，你会发现别墅的风景更美丽啊！想忘记上一段失败的感情，最快的方法就是开启下一段感情
啊，你多出去玩玩，都认识新人嘛，啊，都认识。而且我说实话啊，你得欲擒故纵啊，男的不喜欢上赶着的，男的都贱，没毛病吧？啊，我说实话没毛病吧？都是兄弟，你们说实话，都好不容易直播间有一个女性观众，我说这话没毛病吧？对吧？男的嘛都贱嘛，你这上赶着跟他天天跟他你侬我侬，那根本对你没兴趣。男的本性上，雄性的本质是征服。没毛病吧，兄弟们啊！雄性的本质它是征服欲，知道吗？征服欲这个东西，你要给他创造一种是吧？他创造一种那种感觉啊。下一个啊HSAA 格林伍德现在什么水平？还能踢出来吗？格林伍德现在在西甲这个赛季进了10个球啊，很好啊，在西甲啊很好。我见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下周期剑来懂什么？知道什么叫剑来吗？我说我剑来，意思就是我够帅，懂吗？这种什么一生剑来，天不生我李纯刚，剑到万古如长夜。他妈懂啥？你不剑来啊？你来剑？哎，我这说我那什么玩意儿？格林伍德现在什么水平？才能踢出来吗？格林伍德现在水平还是很好的啊。格林伍德他的这个个人能力和他的突破能力，还有他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比赛的锤炼，对吧？他在边路的突破性还是很强的。这个球员未来我觉得是能踢出来，只要有个好的环境。格林伍德是有极强天赋的啊，如果能回曼联就好了，比安东尼强10个。如果格林伍德值1000万，安东尼就只值10万，比安东尼强10个啊！格林伍德非常好啊，非常好。下一个啊，维纳尔松，不过格林伍德据说巴萨要买啊，巴萨要买格林伍德，但是巴萨不也是那玩意儿吗？不也是那玩意儿很严重吗？巴萨不也是那个很严重吗？啊，据说巴萨要买啊，巴萨想买啊，就是就这样的那个不是很严重吗？他怎么能买呢？巴萨能买，为什么曼联不能弄回来呢？啊，是吧？曼联其实也可以弄回来呀，啊，曼联，巴萨能行的话，曼联也能行啊。哎，现在我说实话啊，感谢顾德松的奶茶。我说实话，这个格林伍德不是个好东西啊，那种事儿不可原谅的。但是现在没办法，现在曼联太臭了，你知道吗？怎么办呢？球员你先弄点好球员来啊！我操，这帮边角料真看得我要吐了。下一个啊，维纳斯问你呢？其实我射门太猛了，把队友踢到队友肚子了，怎么办？你再揉揉怎么办？你看昨天科瓦契奇是吧？埃德森躺了，科瓦契奇对1，哇唰哇，对吧？一顿嚎叫。你这种情况你得表达你的关心啊，要不然不显得你这个人冷漠嘛。啊，先表达关心啊。不知道送你呢啊。想了解一下我萨足坛唯一双冠王黄维何没有？想了解一下我萨足坛唯一双3冠王黄为啥没有？为啥呢？皇马没有国王杯是吧？皇马，那怎么说呢？巴萨赢，好吧？啊，那怎么讲呢？巴萨赢，那怎么办？好吧，那巴萨赢啊，巴萨赢啊，巴萨赢，好吧，没问题吧？啊，巴萨赢啊，巴萨赢。哎，我总说你呢，你魔说进球伤害球队是因为喜欢净胜球为负吗？我魔没说进球伤害球队，是我魔的球迷那帮串子球迷说的伤害球队。我说过吗？是进球伤害球队。进球伤害球队这个事呢，你得看是怎么分析了。具体分析，我举个例子，对吧？还有人说威少的3双是伤害球队呢，威少3双伤害球队吗？说这话的人都是串子。威少的3双是帮助球队的，他不3双比赛赢不了。进球嘛，总归不进球强，是吧？啊。迪奥哥，琪琪宝贝，终于考完期末放假了，我好想你。好的，我也想你，迪奥哥啊。哪天再创造一首这个热门单曲啊？这什么？我刚给你发信息没看见？没看见。折纸飞机，网上说妥协就是长大，是真的吗？是的。啊，是的。
哦，你看，因为我们俩太逗了啊！你看南瓜刚才给我发了一个消息，他说谁在聚餐，在附近喊我过去聊聊天，过去玩玩，下播前回来9:08给我发的信息，我没看见。然后他刚才过来问我，你看见了吗？看见信息了吗？我给你点开一看，我说哎，我给他回说我说你去吧，他说我已经回来了说的。哎呦，真是，我觉得我们俩有些时候挺幽默，我去。回来了，还跟高书记在刚刚打了7分钟的电话，前天半夜。下一个刚才说到哪儿了？我小时候座右铭是什么呢？我小时候座右铭是我不愿意被世界改变，如果我被世界改变了，那我就不是我了。这是我11岁说出来的话。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二傻子，中二少年，知道吗？知道吗？就是我现在有这种感觉文涛送的口皮帽。如果说我11岁的我出现在我面前过生日的话，我肯定赏他个大嘴巴子，肯定赏他个大嘴巴子。下一个，这个CZ 奇摩迪真的要走吗？怎么看曼城要挖平图斯？莫德里奇看他自己愿不愿意续约啊？如果莫德里奇愿意续约的话，那他肯定是没毛病。如果莫德里奇不愿意续约的话，皇马估计那边也不会留他所以说现如今主要还是看莫德里奇。其次呢，平图斯这个情况呢，我最近了解了一下，皇马这个体能教练平图斯，他的教练合同是终身的，终身合同，牛逼吧？他是真正的公务员合同真正的平图斯皇马不想去，那他就走了。皇马如果不想去，莫德里奇肯定走了平图斯跟皇马是终身合同，什么意思呢？就是平图斯他的合同跟教练组不在一起，安切洛蒂的合同可以到期，平图斯是没有到期的，但是一直是他想干可以干到老，可以干到退休所以说他的合同很牛逼的。那么除非曼城给他开了一个超级天价，对吧？而且平图斯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喜欢跟意大利人一起合作，你看他主教练基本上都是意大利人。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个人理解平图斯应该去曼城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从皇马挖人有点难度吧。谁没事？他妈西班牙不得去曼彻斯特天气？水里23电池，皇马今年就输2场，都是输的马竞，要不皇马也能3冠王。皇马今年要能拿3冠王太逆天了，这种真是，皇马今年的下窗狗啃一样下窗，也能拿欧冠冠军，还没拿欧冠冠军如果拿欧冠冠军真逆天了，我真服了。以后人家一说底蕴，我就说皇马太牛逼了太牛逼了，我佩服非常佩服，好吧，再次对这个球队表达自己最深刻的敬意。狗屎一样的下窗还能拿欧冠冠军，太猛了。下一个 MI 送了3枚电池，其怎么看奥波赛中怒斥那些让放水的球迷？奥波肯定是要怒斥的呀，热刺还是有进球的热刺还是有着这个进前4的机会的。其次呢，作为一个职业教练，作为一个职业球队，这是自己的最起码的职业素养，就是什么比赛都要赢。最后的最后，热刺的奥波好像是10几年的利物浦球迷，然后呢，我发现他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奥波有没有热刺球迷发现呢？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极致的、极端的、非常非常理想化的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管在什么样的比赛当中，他他妈什么阵容，他都要踢这个高位逼抢，都要踢高位压迫就是他不管我这队伍怎么样，我不管输几个，反正我就这么踢，对吧？我可以下课，我可以死，但是我要站着死，他就是这种感觉。这种极端理想主义者，你指望他人情世故放一场球不太可能这种生活当中我也遇到过这种人，对吧？他就是比较一脑门子感叹号，就是别人脑门子问好省略号，他感叹号，一脑门子感叹号，就是梗着脖子给你干所以说他这种理想主义者这种事儿很正常的真蛮正常的他如果能去利物浦当主教练，我就代替克洛普没问题据说是10几年还是20几年的克洛普的利物浦死忠据说是这样的极端的这个理想主义者。基因送锦囊其我在某大厂上班，很焦虑怎么办？焦虑升职、工作内容和赛道，求安慰。
这个我是很能理解你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也在某大厂上班，对吧？但是我们的上班性质跟你们其实也没什么不同。我们是球员，合同跟你们也是一样的，2、3年一签，2、3年一签，对吧？也是要考虑很多的竞争，年龄35岁也退役啊。所以说我这个很能理解你们这种感受。那怎么办呢？发展副业，只有发展一个好的副业，才能让自己的焦虑感减轻，不然别的没办法。那至于什么副业，那你就自己尝试吧，自己想吧，自己折腾吧。这真没辙的。这种这个我是明白的。随着自己年龄上涨，对吧？35岁退休啊，各种各样的情况啊，你2、3年一签。35岁退休啊？大厂都这样，35岁就被嘎了。那我为什么不能被嘎？你凡尔赛是吧？不是，我跟大厂也没什么区别，对吧？啊，下一个啊，因为以前我也是这种情况，但你只有了税后收入，你才能够减少焦虑，真的啊。下一个啊，这个 SWG 其约罗和居莱尔谁上限高？我去，你这问题怎么问出来的呢？约罗和居莱尔俩人是一码事吗？你这话跟问我这个鲁本迪亚斯跟你这话问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鲁本迪亚斯和贝林厄姆谁上限高，或者说呢有点问的像这个叫做格瓦迪尔和贝林厄姆谁上限高，对吧？这不是这个位置不同啊，对吧？两者之间不是一样的。你说在各个位置上达到历史地位，那肯定是你说要论上限，肯定进攻中间场要大一些呀。但是约罗这个球员应该是蛮好的啊，约罗，皇马培养后卫是有一套的。我对皇马这个球队的未来非常看好。再呢，插播一条姆巴佩的消息吧。今年我了解的，我在外边综合看了看啊，就是呢，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一次皇马提供的合同，相较于之前答应姆巴佩的，相对比较低廉，要低了很多。然后呢，姆巴佩的团队非常不乐意，以姆巴佩妈妈为首的经纪团队对于此次皇马谈判给出的诚意表达出了极大的不满。但是呢，姆巴佩给予了积极的暗示，并且表示这份合同他想要进行履行，他不想在2022年之后再次辜负弗洛伦蒂诺的信任所以说呢，在这份合同当中，姆巴佩对于金额制造了做出了很大一个让步。那么为什么皇马这个报价为什么会便宜很多呢？皇马那边给出的原因，首先呢，第一个是因为姆巴佩大2岁，其次呢，还有一点很重要，是因为呢，伯纳乌的修球场没钱所以说呢，姆巴佩呢只能接受这个，就是现在他还是顶薪，但是相较于之前呢要便宜1000万一年便宜1000万一年。那么关于他会不会来到英超呢？给出的消息呢是姆巴佩从来没有考虑过跟任何一支英超球队哎呀，伤心了啊！就是姆巴佩从来没有考虑过跟任何一支英超球队谈判，从来没考虑过任何一次所以说呢，英超球队都可以哑火了跟咱没什么关系了英超球队跟咱没什么关系的兄弟们都可以哑火了咱都可以闭嘴了都可以闭嘴了。我看了国外的各大名记的这综合报道包括罗马诺包括一些这个法国的那边的这个比较权威的报道这个几个综合的然后这个还有一些消息，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在抨击姆巴佩他妈但是我觉得呢，我个人感觉姆巴佩他母亲做的没什么毛病，对吧？在儿子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之前，姆巴佩他妈为他儿子去争取最大的权益和最大的金钱。但是呢，当姆巴佩表明了自己想去皇马之后，姆巴佩他妈并没有形成阻碍，而是尊重自己孩子的选择，我觉得没毛病我感觉没毛病。下一个阿欧怎么看待恩昆库的未来？怎么看待恩昆库的未来？现在不好说你要现在问我感觉快废了，但能不能救回来得看下个赛季。这个赛季你要看下窗的练法了，看能不能练好了。我去，你要现在问我看这个赛季我感觉他废了真废了。我感觉他在场上跑的越跑越慢，这个东西太那个了。你说一个球员对吧，他越跑越慢，你这玩意儿其实挺难理解，是吧？越跑越慢，曼联播去啥肯定播的曼联播越跑越慢我个人感觉这个东西挺难的，但是我希望他能够恢复这个球员其实还是有着大将丰富的，我看他在场地就会有那种大将的感觉要看下窗，现在看难了，老受伤真受不了，反复受伤真不行，这个赛季反正肯定不行了，下个赛季看看。下一个猫都不养猫，谁不想肆意妄为吗？
针对大而感心凉，但又无奈，谁不想肆意妄为呢？针对大而感到心凉，但又无奈，瞎讲，猫都不能养猫。我刚才刚说过我们巴阿劳霍这个事儿，你又对他心凉了。这个事儿阿劳霍该对巴萨心凉，你知道吧？啊，因为拉巴塔骗了他啊，他不续约，现在给你拿桥，想要点高薪，绝对没毛病。阿劳霍这种等级的中后卫，你卖8000万的1个亿级别的中后卫，在巴萨一周领6万英镑欧元，什么概念？桑乔35万镑35万啊！你的意思是同情啊？对，同情是没问题的，对吧？你想想啊，你的意思是你帮阿劳霍感到心寒，红不带，说的没毛病啊，对吧？你想桑乔啊，一年35万镑啊，阿劳霍6万啊，你看他让你教我，你看你听听他这个语言，你觉得他是对巴萨不满还是对阿劳霍不满？你听啊，关我什么事啊，谁不想肆意妄为呢？针对阿劳霍感心凉，但又无奈。你这个话我能理解成你是帮阿劳霍说话吗？啊，你是帮阿劳霍说话这个？针对阿劳霍感心凉，但又无奈。我去，这是我的问题吗？猫叔，这明明是你的问题啊！下一个啊，这个梅芽茶掐20送你呢啊，梅芽茶掐20送你呢。我这语文也不。请说切尔西一丁麦恩佐，什么玩意儿？下一个差不多先生，看没看马金乔和GAMST 集锦效果爆炸？没看啊，没看啊，没看。我跟你讲，你不相信。我说了，我在足球之外啊，我在足球之外，就是我在我自己的节目之外，很少看足球类节目，啊。说了你们不相信。第一呢，我怕影响自己的思考，啊，因为你看多了容易成复制人啊，你肯定会被各方的消息啊，他们的观点去影响，那反而有可能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第二呢，本来生活里都是足球了，我操，我再看点足球的消息，我天天就封闭了。我一般情况下下播看点偶像剧吧，啊，我最近发现那个。叫做梦华录，我去，绝了，梦华录啊，这绝了，兄弟们啊，绝了啊，绝了。下一个 VRBEZ 送你呢啊，索斯盖特真的是英格兰最大短板吗？索斯盖特真的是英格兰最大短板吗？反正我觉得世界杯上没毛病，反正我觉得世界杯上没毛病啊。你说欧洲杯之前欧洲杯不好说，对吧？现在都骂索斯盖特，是因为什么？都觉得英格兰纸面实力很强，但是英格兰的纸面实力真的有他们说的那种无敌的强吗？其实我觉得就这样吧，后卫不行，其实有一讲一，是吧？中场锋线还可以，后卫一般呀。啊，你要硬说强嘛，我觉得法国队中场不行，法国队跟英格兰这两个队确实是现在是一档，啊，但是呢，从这个整体阵容来看的话，他没有说到了其他人强那么多的一个这个程度啊，啊，我觉得在国家队呢，世界杯带的还可以吧，还可以吧，他这人多啊，足球比赛人多有屁用啊，你要说你要是比能用的人多，对吧？我们拉个群战足球，我这边上200个人，你那边上200个人，那英格兰无敌了。对吧？英格兰无敌了，但是呢，你这个足球你200个人能选，你最终不还是11个人上场吗？你拼的是强度啊，又不是人数啊。我觉得英格兰这个球队，索斯盖特其实世界杯带的可以，带这个到这个欧洲杯再看看吧，欧洲杯再看看啊。下一个啊，而且国家队啊，其实捏合不捏合都是假的。我跟你讲，国家队最重要什么？就打得简单。啊，就这个，我个人理解就是，国家队最重要一点，绝对不是说怎么捏合的好，战术多好多复杂，国家队最重要就是踢得简单，踢得越简单越好。啊，就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最好的办法是把以某一个俱乐部为主，然后搭配一些边角料，然后用这个俱乐部的打法去打比赛，是最理想的，这是最理想的方案。啊，那么其次就是什么呢？其次就是各个球队啊都来一些，各个球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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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来
啊，这个我觉得需要就是国家队教练去重点，就国家队教练应该都会出成绩的，会出成绩的啊。你像梦三啊，就是围绕着巴萨是吧？啊，你像这个德国围绕拜仁，法国就踢得简单，嗯。下一个啊，不露痕迹，亨利球迷，我场啥时候能拿冠军？头发都白了。在我头发白之前，你肯定能拿到的。啊，你们觉得曼联跟阿森纳谁先拿到英超冠军？曼联跟阿森纳，我觉得是啊，这个阿森纳有点机会的，阿森纳是有点机会的。苹果被推了找小黄苹果啊，阿森纳有点机会的。说实话啊，我感觉26年阿森纳机会挺大的。阿森纳算豪门吗？我觉得算的，啊，我个人是觉得是算的，因为我是觉得什么呢？你没必要天天为了跟人吵架。你说人家阿森纳这么多球迷群体，也有英超冠军啊，欧冠嘛确实没有，但是算英超豪门绝对没问题。阿森纳，对吧？你说阿森纳，你要英超豪门，阿森纳绝对是没毛病，是吧？你要说欧洲豪门，可能算差一些，对吧？差一些啊！你要是欧洲豪门，无非就几家欧洲豪门啊 ，AC 米兰、国际米兰，是吧？尤文图斯啊，意甲三雄。然后这个叫做皇马、巴萨是吧？啊，这个西甲双雄，然后拜仁对吧？加上这个拜仁加上曼联啊、曼城、切尔西、利物浦是吧？啊，叫做英超四杰啊，我觉得差不多。如果说你硬再选的话，选个巴黎圣日耳曼代表法甲啊。下一个啊，奥加。问点球大战时守门员被红牌后蓄能怎么安排？点球大战守门员被红牌后应该是不能换人了，场上队员选一个人去守门，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的啊，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场上队员选一个人去守门啊，选一个人去守门，啊，应该是不能换的。啊，点球大战是不能换人的。我这个具体这个东西我还不是特别了解，没遇到过这种事儿，但是我估计是这样的。场上队员选一个人去守门。就如果他上去给人一拳，肯定要红牌吧，对吧？啊，他上去给人一拳，不红牌吗？难道不罚下吗？啊？这我还真不太了解啊。那个下一个啊 ，A 安德松 VR 电视，齐哥怎么看？跟纳格尔斯曼这届欧洲杯带了很多新人，更多是为了战术还是更衣室话语权？就为了战术呀！你德国队他妈老东西，欧洲世界杯都没出现，我带你干嘛？小组赛都出不了现任球员，带你干嘛？本来就该换了呀！纳格尔斯曼选人就用这样年轻人，就用他来更衣换代的呀！你他妈老玩意儿，小组赛都没出现，对吧？世界杯被暴打啊，输日本，输各种输，要你干嘛？啊，肯定是要换的呀，这都不用讲的。这是纳格尔斯曼就是从战术角度上来讲考虑的，包括从球员的精气神。其实你们可以看弗里克时期，你们有没有发现？拜仁慕尼黑和德国队是一个味儿，不是说弗里克带着拜仁慕尼黑啊，就是图赫尔带着拜仁慕尼黑和弗里克带着德国队是一个味儿，在联赛里边都是这样的。哎，四平八稳的，少了德国足球那种冲击力和冲劲儿，所以我是觉得换点新人没毛病。豌豆白鹿送了520电池，齐给你推荐个美剧侦探，只看第一集就行。美剧是吧？有机会看看啊。美剧我们当时来看过一个美剧什么来着？说巴黎女孩什么来着？什么在巴黎？艾美丽在巴黎啊！我们俩看艾美丽在巴黎，我去，直接给我看的三观尽炸。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美剧的啊？就艾美丽在巴黎，我去，我看我这直接整个人就绷不住了，知道吧？啊，直接就整个人直接就整个人直接就
我建议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尝试一下那个三观啊。下一个啊，下一个。不爱吃苹果，李章仁打乒乓的含金量还在上升，韩国队都干了。忠孝两全，孙兴民挺好的。EM 的总你呢？其热刺这个下窗能买到什么人？热刺啊，你看列维啊，奥波非常明确说了一句话，奥波非常明确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球队必须需要一个顶级的球星，这是奥波说的话。那么能符合奥波对于顶级球星的定位的，在如今这个在足球市场上能符合他对于这个顶级足球师定位的话，他要的肯定是中锋和边锋，对吧？那么以热刺这个打法，边锋莱奥，维尼修斯是吧？莱奥、维尼修斯、罗德里戈，弗拉霍维奇、奥斯门，弗拉霍维奇、奥斯门，对吧？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的，对吗？啊，塔罗，对，塔罗，那你看他能买到吧？列维愿意掏钱，不愿意掏钱屁都没用，愿意掏钱就行。啊，热刺如果没有一个顶级中锋踢不了了，这球队踢不了了。你看那个布伦丹·约翰逊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热刺球迷啊，你们一观察一下布伦丹·约翰逊踢球，我的个妈呀，好笨啊！他跟霍伊伦和加纳条一个味儿。布伦丹·约翰逊所有踢球都是趟一步传中。啊 ，M1 送技能，我厂以前跟谁都一家亲，现在感觉成英超公敌。你这玩意儿就是你就属于是不要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知道吗？我给阿森纳球迷讲，为什么你现在感觉是英超公敌呢？因为你在变强，当你弱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人畜无害的，没人跟你较真儿。你变强了，你要抢夺话语权，你要在这个世界上去争夺蛋糕了。对吧？那么你多吃一口，人家就少吃一口。那么你自然而然你在争夺利益的时候，你的朋友都变成敌人了，啊，这个是事实。当你输球的时候，你没有人把你当回事啊，大家都觉得好兄弟。你看皇马球迷都不希望巴萨倒台了，皇马球迷以前都恨不得巴萨死，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巴萨现在不行了，对吧？那肯定释放点善意，啊，所以说呢，人畜无害的这是你主要的原因啊，我是觉得啊，阿森纳球这玩意儿不要自省啊，跟你没关系啊。9年8到3年迟，其跟我儿子说这20年的中国变化太大了，他不相信。你觉得这20年变化大吗？变化挺大的，全世界变化都挺大的啊！工业时代全世界都在加速啊！现在这个社会，这个工业加速太快了，以往可能100年能达成的事情，现在可能10年就达成了啊，那20年就达成了。这个20年变化真的很大啊！你看以前我上小学的时候，或者我上初中的时候，是吧？那些梗，现在这00后还在玩。啊，你想想他们得多落后！开玩笑，兄弟们啊，确实变化大，有智能手机啊，智能电车啊，包括这个现在还有飞在空中的车啊，各种的啊，还是变化蛮大的啊，包括这个住房、人的思想，是吧？啊，下一个啊，这个阿奇的小跟班，维拉感觉像今年纽卡一样进欧冠刷波经验观光，肯定的，维拉没用，维拉进欧冠没用的。啊，维拉没用，维拉。欧冠新军在欧冠中能踢得好的有吗？应该没有，是吧？应该没有，很少有。啊，你要是看英超这个打法的话，我觉得维拉今年、明年估计还是在争四这个角度。黄潜不算是新军啊，黄潜。下一个啊，波尔图怎么能叫新军呢？波尔图啊，下一个啊，易总送人家技能，其你扣篮的时候喜欢在暴力大扣，还是摸框扣篮，还是不热身普投扣篮？我不扣篮，
啊，我不扣篮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扣篮没有美感啊，我个人比较喜欢中投、科比后仰跳投，对吧？偶尔呢上个篮扣个篮可以的，但是我大部分人时间不扣篮的。我一般情况下，我到了篮下我都不上篮，我必须护撤步3分，知道吧？追求就是美感，极限后仰，追求就是在空中制停，追求就是在空中美如画的跳投，啊，两码事啊，两码事。背身单打啊，翻身跳投。豆豆啊，为什么没有大马丁的转会消息或者离队想法？大马丁为什么要转会？为什么要离队呢？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就你问这个问题，肯定是你觉得大马丁要转会和要离队。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转会，为什么离队吗？对吧？首先呢，大马丁30岁的老东西了，30岁老东西了，是吧？在阿斯顿维拉又是绝对主力，又有欧冠踢，为什么要走呢？这是第一。第二，阿斯顿维拉现在又有钱，买人也挺大方的，工资也不低，为什么要走呢？第三，他走他去哪儿啊？守门员这个位置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什么叫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全世界就这么多豪门，一个豪门最多就一个一门，就这么20-30个位置，对吧？你说你去挤到谁呢？啊，你也没什么地方去呀。啊，在阿森纳就非常好。下一个啊，3个 H 送你呢啊。说居莱尔帅了，可能是没见过真实的棋，确实，确实有道理啊，有道理啊，有道理啊，有道理啊啊！说居莱尔帅了，可能是没见过真实的棋啊，有道理啊，有道理。下一个啊，30滴滴，曼联5年内有拿英超冠军的希望吗？有的，我觉得啊，我觉得曼联做好转会，三年左右应该是没问题。做好转会，3个窗口就有竞争力，4到5窗口就能拿过英超冠军。9年的 Model 送的300电池啊，9年 Model 送300电池，怎么看？张总又融资4.3亿欧，还完债还有5000万补强阵容，世一届，牛逼啊！世一代啊，牛逼，好吧，佩服啊！世一届，世一欠啊，世一代，服了。我看他能撑多久啊？牛逼！相当佩服啊，世一代。我说实话，我真挺佩服他的，他的心理素质真挺强的，啊，心理素质和他的这个金融的游戏玩的挺好的，谈判技巧也不错，我挺佩服他的，有一说一。在这件事啊，这个方面确实做的不错。下一个啊，RP 总送你能，但是你如果下不了蛋，光借蛋能借多久啊？其如何看阿坎吉好几场的糟糕发挥，有好引援吗？阿坎吉很糟糕吗？昨天不就一单刀吗？昨天你要换不是换阿坎吉啊，换鲁本迪亚斯啊。阿坎吉那个球呢，确实是很大的失误，但是除那个球之外，鲁本迪亚斯更应该被你们拉出来讲啊。啊，硬说的话，你要是问我，换阿坎吉的标配就是阿劳霍呗。你要找出球型的，就斯科尔维尼呗。但是我觉得阿坎吉还行，而且你又不是没中卫用，对吧？你替补席上还有着你把格瓦迪尔能拉进去使，还有阿克呢。曼城不要买后卫了，啊，曼城不要买这后卫了。下一个啊，这个裤子叔叔，如果特奥出手，去哪个队最合适？皇马。我操，特奥去皇马太猛了。皇马如果有左特奥右阿什拉夫，我去，太猛！我都不敢想象皇马有多猛。左边特奥右边阿什拉夫，米利唐、吕迪格、贝林厄姆、克罗斯、楚阿梅尼、巴尔韦德、维尼修斯、姆巴佩。哦呦，阿迪乖，可怕，兄弟们，可怕啊，可怕！去皇马真的猛啊！如果说除了皇马之外啊，利物浦也可以，利物浦这样起来很合适。是吧？曼联很合适，这种来边路能冲的啊，拜仁挺合适的，拜仁。下一个啊
COS 总经济呢，齐哥想听听你评价我仨历届10号各战力荣誉如何？10号谁啊？罗纳尔迪尼奥，里克尔梅穿的是10号吗？在巴萨，里克尔梅、马拉多纳，然后小罗，对吧？里克尔梅、马拉多纳、小罗、梅西，是吧？啊，是10号啊。怎么说呢？小罗的能力呢，属于球王级别啊，小罗啊，里瓦尔多也很强，里瓦尔多是被低估的啊，里瓦尔多的这个整体的实力是被低估的啊，他其实名声不显，但是很强啊，很强。然后这个里克尔梅呢，作为一个古典前腰，其实这个球员没这么强，真没这么强。我看过他的很多集锦，因为当时呢，我教练员让我学一个齐达内，学一个里克尔梅，所以我看过里克尔梅很多集锦，他喜欢转圈，里克尔梅。啊，你们可以看他的比赛啊，他特别喜欢转圈，特别喜欢转圈啊。那里克尔梅的性格天生孤僻，当年跟梅西有很大的矛盾，但是现在他跟梅西关系非常好啊。里克尔梅的速度呢不是特别好，但是呢，身体呢有很好的控球感觉，在当年的古典前腰里边，里克尔梅算是1号人物啊，算是1号人物。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马拉多纳不用说了吧？啊，梅西呢也不用讲了啊，梅西的能力没什么质疑的，就一说一，梅西能力是没什么质疑的。你去质疑梅西的能力，就是给他洗，啊，就是你去质疑梅西的能力，那你就给他洗，啊，克洛伊夫克圣嘛，也不用多说什么了啊，只有法蒂是个边角料啊，有一说一，法蒂是个边角料，安斯法蒂纯边角料啊。格宝不是哈宝送你的，维拉进攻啊，维拉进欧冠大概率几强？瑞士轮不好说的，他明年是改制啊，改制之后呢，他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对吧？因为大家都不熟悉嘛。但是我觉得不会怎么样，维拉估计大概是16强吧，啊，16强，最多16强。克鲁伊夫14号，那谁云的呀？谁给我说10号的？专业商品养护啊，蜘蛛去英超哪个球队有机会？其曼联要吗？瞧阿瓦雷斯去英超哪个球队有机会？曼联要吗？啊，夫妇，等一下，夫妇，马上下播，我这在那个账号上，我现在看不了。啊，夫妇，马上。怎么说呢？我觉得来曼联不太好，我觉得曼联不太需要他。不太需要这个类型的啊，突前前锋。然后呢，曼联不太需要这个类型的突前前锋，曼联需要的是大个中锋啊。然后第二呢，这个球员呢，更多的还是需要在体系中生存。所以我觉得你要说硬说的话，我觉得阿尔瓦雷斯适合去阿森纳，有一奖励，你们觉得呢？啊，我觉得要去阿森纳，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就阿森纳跟哈弗茨，你说的轮换前锋啊，挺合适，包括巴萨也合适。你要是硬说去别的球队的话，但是我觉得在曼城留着就可以，在曼城留着可以，曼城还是能给他更多的成长空间的。下一个啊，乔伊马道头3电池，为什么都说二优？那么我们天生就想个子小吗？这个我觉得什么呢？你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马斗，我跟你说，你堵住别人的嘴。你要是告诉他你在意这个，那他反而越来越说这个。你像二那个什么二爷，当年别人嘲笑他，对吧？歧视他，给他扔只香蕉，捡起来就吃了，他再也没有，对吧？你不要当回事嘛，对吧？你比如说我长得胖，你天天骂我胖子，你胖就是了，吃人家大米了，自信，啊，别在乎这些东西，对吧？你做思想上的巨人，你越在乎什么，他越跟你吵架，越骂你，就骂你什么。啊，你越不在意什么，他越不骂什么，自讨没趣嘛。有时候你对喷的时候，就是找对手的最破防的点嘛，是吧？啊，不要在意这些东西。下一个啊，
刘小海刚看新闻说曼城要挖平图斯，有没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成功的。曼城如果说真是砸大价钱，我觉得是有可能成功，一年砸个200万、300万的，是吧？200万、300万、300-400万的砸呗，有钱嘛。但是我觉得曼城的体能教练现在就挺好的，你的曼城球员也不是什么跑不动，没必要啊。KJ 总你呢？其结合人员老化和出手分析，我城还有几年巅峰。而且这个彭图斯在伯纳乌待得很开心啊，还是终身合同，不好说的。其结合人员老化和出走分析，我城还有几年巅峰。你城瓜迪奥拉不走就是巅峰，瓜迪奥拉走了就拜拜啊。瓜迪奥拉不走，你城每年都必须是竞争力最强的球队。瓜迪奥拉一走，就是 over 了啊 ，out 了，没办法啊，因为所有的一切成功都是建立在瓜迪奥拉之上。感谢飞机送的抖音号，感谢飞机啊，感谢飞机总啊，感谢飞机总啊，感谢 model， 这也是 model 啊，感谢9万钱 model 送的抖音1号啊，牛逼啊，牛逼啊，老板牛逼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瓜迪奥拉如果在的话啊，没问题啊，瓜迪奥拉不在的话，你这个挺困难了。主要跟其他球员没关系，瓜迪奥拉在的话，他对于球队的球员的吸引啊也会逐步增强。感谢这个飞机送的抖音号啊，感谢啊，感谢啊。猎枪送了300电池，其2004年的 NBA 一阵是不是历史最强阵容？基德、科比、狼王、邓肯、鲨鱼、无沾，其不认可。可疑，这竟没沾，好吧？啊 ，OK， 啊。就是48个字送给你啊你这万一逼你说话，你说最强阵容里边没有GOAT 怎么可能呢？没有历史第2、第3球星，那么基德、科比、狼王、邓肯、鲨鱼是吧？没有詹姆斯，这都能可以吗？反正我不同意的啊，无沾，其不认可啊。下一个下一个啊，这个西北有所抵达啊，其拉师傅这样除了心态跟长高和增重有关吗？没有，拉师傅没关系。拉师傅就是怂，你明白吗？他就是现在就是他的心态就没有那种强者心态。你什么时候见过姆巴佩怕过？什么时候见过里奥怕过？什么时候见过克里斯蒂亚诺怕过？没怕过的。但拉什福德真的怕过，他怕沃克，懦，知道吧？懦、软、怂，啊，这是这个球员最大的一毛病。跟其他队也没关系啊，主要是懦。下一个忧郁的小西瓜送了2电池，其我觉得你好帅啊，怎么回事？正常，啊，正常，啊，觉得不帅的一般不正常的，证明你正常，你审美非常的在线。啊，非常在线，啊，以后你肯定能找到一个很帅的女朋友，啊，因为你有着很强的审美，正常，太正常了啊，兄弟们，太正常了啊，太正常了，啊，感谢你的这个正常的审美，啊，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啊。下一个啊，我人麻了呀，怎么评价某扑球迷评价德尚 FW 只会防反？还有人喷德尚吗？我怎么没见过呢？你们见过喷德尚的吗？我真没见过喷德尚的，我特别是世界杯之后啊，这不离谱吗？我真没见过。德尚的发挥一直以来在法国队都是非常稳定的呀，世界杯的发挥，包括这个世界杯决赛的果断换人，都非常的有效果，而且很有魄力。再说大赛不提防反踢什么？你有姆巴佩不提防反踢什么？是吧？啊，小扑呢还是比较客观的，对吧？因为我在里边评分很高，啊，好像是9.6分，啊，评分很高，啊，所以说我对小扑还是觉得蛮客观的。我的评分比梅西、C 罗还高，你说这能不客观吗？啊，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啊，只是可能某些个别人的言论吧。啊，小扑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啊。我在里边，你像我的这个评分比梅西、C 罗还高，9.6分，
对吧？你说这个能差哪去啊？下一个下一个这个OFF 送你能 ，OFF 送你能什么陈什么偷了谁的单打名额，奥运单打名额，什么体育，这事别到我这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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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聊这个东西啊，碰不得的啊，碰不得的。聊聊篮球，穿篮球还行，篮球也抽得一塌糊涂，乒乓球什么的我们有什么资格评价，对吧？啊，那跟我没关系啊，跟我没有关系。感谢这次飞机送我4类飞机啊！我去，这类飞机喝多了今天啊！感谢飞机总送的飞机啊，飞机总，感谢飞机总啊！飞机今天喝多了飞机啊！感谢飞机，他送了一个抖音1号，送了一个飞机，这是送了一个大飞机。艾斯钦克送了3枚电池，还是喜欢其褐色刘海配胖嘟嘟的脸和安东尼 CP 感爆棚。我也觉得是的，我觉得我现在太瘦了，确实没有胖的可爱呢。但是年龄大了，再胖也不好看了。现在年龄大了，有很多时候穿衬衫、穿 polo 衫，确实有脸要瘦一点好看。你说有道理，我决定等我最近体重加到一个临界点，再吃回去看看哪个帅，好吧？啊，下一个啊。听见水手说加盟曼联和女朋友，你选哪个？选女朋友啊？废话嘛！啊，肯定选女朋友呀，这都废话，不要问我这种问题，问了都感觉你是送钱的，肯定选女朋友啊，还用说吗？要是你不会选女朋友吗？如果说你加盟曼联和女朋友，你会选哪个？肯定选女朋友，这还用讲吗？你们，哎，除非你女朋友不够优秀，对吧？啊，南瓜足够让我放弃曼联，好吧？啊，下一个啊，广东伟嘉啊，15冠之星。15冠之星，雄黄登基星球，稳居榜首，速可以下一个啊，这个尽人可图，给你膜买人是要萨卡赖斯还是福登罗德里？给你膜买人是要萨卡赖斯还是福登罗德里？你在 wink 吗？你在傻眼吗？福登罗德里啊，我觉得赖斯虽然相对年轻，但是只年轻2岁，对吧？福登罗德里呢来了之后，能够直接把曼城干掉，赢麻了，对吧？如果我有福登加罗德里，等于说是既增强了我们，又干掉了曼城，那我夺冠的几率变大了呀。但如果我有赖斯加萨卡，我还是打不过曼城。是这个吗？啊，是这个叫做理吗？对吧？你阿森纳也打过曼城啊。你赖斯加萨卡也打过曼城，但如果说我有罗德里加福登，曼城没有的话，那我就打爆了呀。裤子叔叔王涛说疼要 C 罗请假时候看比赛，还要求拍下来。这很正常吗？对吧？虽然感觉对 C 罗这个不是很正常，难道你们没有吗？上班的时候、开会的时候要求你拍下来，你再开会。反正我都给他拍好几次了，对吧？你在开会嘛，然后那摆拍也是拍啊，你放那儿开会学习是吧？然后你在这看，然后你后边给你拍张照，但是这个对 C 罗来讲确实有点不够尊重啊。BBC 想问一下场迷愿不愿意赖斯换我团的小罗哥？不愿意的。啊，你让他拿赖斯换谁都不愿意换的。赖斯对于阿森纳太重要了，他不可能换的。赖斯是这个世界上阿森纳不可能放弃的球员啊！你用谁换他都估计都不会换的啊！罗德里戈不会换赖斯，不可能啊！阿森纳球迷没问题吧 ？AZP 送了3枚电池，能否简评一下帕拉西奥斯？帕拉西奥斯这个赛季什么数据啊？帕拉西奥斯我记得数据一般，唉。阿森纳是肯定不可能拿赖斯换他的，是吧？赖斯是他们基本盘，没赖斯他啥都没了。不要送你囊了，兄弟们啊！帕拉西奥斯呢，他在勒沃库森呢肯定是还不错啊。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勒沃库森今年成绩很好，但是呢，相对来讲呢。他的光芒被维尔茨覆盖的太多
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赛季你看帕拉西奥斯呢，很多时候他没有被大家普遍的去吹的太久。勒沃库森这么多球员啊，你像帕拉西奥斯啊，你问禁区里边，你像博尼费斯啊，这些球员都是被这个阿隆索和威尔茨的光芒覆盖很多。那么整个勒沃库森现在最之前的是弗林彭、威尔茨，对吧？这些球员，但是帕拉西奥斯呢，我个人感觉呢，他感觉还是不错的，他很像另外一个帕型球员的进阶版啊，就成熟版啊，像谁呢？像这个叫做帕夫洛维奇的感觉。但是呢，他呢相对来说呢更有，就是相对来说呢，他更全能一些，更全能化一些，他能打的位置也更多一点。所以说就各方面讲来讲呢，这是一个很好的球员。如果说那你需要一个工兵型球员在中后场，需要这么一个角色，那么他去哪都能踢，去哪都能踢。帕拉西奥斯也不贵，估计也就5-6千万拿下了啊。阿根廷人，最特别的一个穆里尼奥今夏最有可能去哪儿？回曼联可能性大吗？不可能吧。穆里尼奥能回曼联，我觉得我挺纠结的。说实话啊，我感觉穆里尼奥不适合曼联。说实话，我感觉穆里尼奥不适合曼联。但是他如果能回来，我也挺兴奋、挺高兴。但是我觉得他回来不一定能帮助球队复兴。曼联现在不是说现在穆里尼奥来就有用的，而且这个整个人员搭配啊，也不是穆里尼奥想要的球员。硬说的话，穆里尼奥适合去哪儿呢？适合切尔西，适合纽卡，是吧？但是今年切尔西、纽卡都没请他嘛，包括也不会下课。那么那个叫做西汉姆，他也不愿意去，对吧？西汉姆他也不愿意去，米兰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只能等吧，等明年有队伍下课嘛。明年如果有队伍下课，中途下课的话，那穆里尼奥或许可以啊，穆里尼奥啊，纽卡西汉姆没跟他谈妥，他们不愿意，他觉得西汉姆的价格不合适。兰博送3枚电池，青少年时期的双子星是否都很难同频闪耀？看着长大的芒特、赖斯和哈弗茨、布兰特，伤感了。青少年时期的双子星是否都很难同频闪耀？也不是吧，928不出一批吗？啊，拉玛西亚不也出一批吗？很多时候还是要看际遇的。啊，人生在世，我以前看过一个人说人的一生只有2次到3次的成功机会，如果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就成功了；如果你抓不住这个机会，你就永远成功不了了。也蛮伤感的。但是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有些时候选择大于努力，选得好你就能踢出来，选得不好你就踢不出来。那很多时候你的际遇和你关键时刻某一场比赛的发挥，可能影响你的一生啊。所以说对于球员来讲，这偶然性太大了啊，偶然性太大了。下一个啊，想不到什么名字好。热苏斯进球少，伤病多，是不是时候离开阿森纳？热苏斯刚去阿森纳的时候就讲了，热苏斯从来不是一个得分手。你指望热苏斯进球啊，跟指望斯特林一样的晕的啊！他在曼城外号什么防守型前锋啊，很多新曼城球迷不知道啊。当年阿圭罗就是当年这个瓜迪奥拉屡让这个阿圭罗给这个热苏斯让出场时间的时候，都在说为什么喜欢用热苏斯，是因为热苏斯能防守型前锋，知道吧？他的这个得分能力一直是不行的，能跑能抢能拼。离开阿森纳不至于，阿森纳现在先优化的应该不是热苏斯，先优化的是恩凯迪亚。啊，优化完恩凯迪亚才能轮得到这个叫做热苏斯。想不到改成名字好。维拉除了大马丁，有哪些球员实力可以去豪门？实力的话，沃特金斯可以啊，沃特金斯，基滕斯，那哥们叫基滕斯还是叫？哎，我不知道，反正你懂不懂？库杜斯还是基滕斯？反正右边前卫库杜斯、基滕斯。然后这个这些球员应该都没问题。然后几个中场也还能打，啊，几个中场也还能打。然后保托雷斯虽然踢得很臭，但是我觉得保托雷斯还是有一定豪门能力的啊。麦金的不行，麦金不行，麦金的小胖子不行，豪门能踢吗？麦金啊，麦金踢不了。下一个啊，绿皮流山，姆巴佩去皇马的话，前场这个怎么排阵容？罗德里戈拿下来呗，啊，就把罗德里戈拿下来不就完了吗？今天这个阵容把罗德里戈拿下来，啊，姆巴佩跟维尼修斯打双前锋，巴尔韦德、克罗斯、贝林厄姆、楚阿梅尼4中场，对吧？吕迪格、门迪。卡瓦哈尔、米利唐4中卫，库尔图瓦守门员，完事儿。好，兄弟们啊，就这样吧。我们这个晚上曼联跟纽卡见吧。回去我今天得早点睡一会儿，今天睡太少了，有点晕了，睡一会儿解说。好，兄弟们，晚上见。啊，晚上见。